Hello， 大家好，我是 CJ， 又和大家在欧洲知多点板块见面了。上一集我除了带大家了解了在欧洲租车应该注意的事项，也带大家了解了欧洲一些常见的路权标识。如果还没有了解过相关内容，而近期又准备要在欧洲自驾游的小伙伴，可以点击右上方的链接，可以先去了解一下相关的内容。那么今天我就带大家来看看那些不需要标识牌来区分的路权情况，而这种情况在欧洲来说是非常普遍的。另外还有哪些情况需要我们自驾时候需要特别留意的？所以如果你打算来欧洲自驾游，记得一定要观看这两集视频哦。上一集我多次提到过欧洲的右手原则，那到底右手原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在没有标识牌的路口，或者当你和其他车辆拥有对等路权的情况下，在你右手边的车辆或者要进行右转弯的车辆拥有优先通过权。那么什么叫做对等路权？对等路权就是当两辆车在一个交汇路口处或者同一条路上的时候，双方路口都没有交通指示牌，又或者双方都拥有相同的交通指示牌，你和对方的车辆在这个时候就叫做拥有对等路权。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视频，在这个十字路口处没有一个路口有我在上集视频中提到的让行标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称之为这个十字路口的各个方向的车辆都拥有相同的路权。那么当两辆车同时来到路口处的时候，在右手边的车辆则拥有优先通过权。所以视频中视频车此时需要左转，而这辆巴士在视频车的右手边需要左转，所以此时巴士拥有优先通过的权利。但如果此时视频车要右转的话，两辆车的行驶轨迹并不会相互影响，那么视频车可以直接通行。同理，如果巴士是右转，视频车左转，此时也是不需要让行的。所以在这里特别要提醒大家，转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打转向灯，这样可以方便双方快速判断到底谁拥有优先通过权。我们来看看几个例子。在这个比较特殊的路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6个路口同时交汇在同一地点。大家可以看到这条由 Barshaw Street 和 Fairfield Street 共同组成的这条直路是为主路。而我们现在进入到旁边几条路的实景图看看。这条 Game Street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倒三角的让行标。Tech Lady Street 左边这一段也是一个让行标。同样在右边这一段也是让行标。最后在 Ardport Street 这里也还是一个让行标。所以当你走在 Barshaw Street 和 Fairfield Street 上的时候，你可以完全不用理会其他路上的来车。但如果你行驶在另外的4条路上，这个时候大家都拥有相同的让行标，那么也就是说此时你们就拥有相对等的路权。所以视频中当视频车来到 Tech Lady Street 右段需要转入 Fairfield Street 主路的时候，因为在视频车右手边还有一条 Ardport Street， 所以此时视频车必须确保此时 Ardport Street 上没有正在行驶的车辆后，才可以穿过 Ardport Street 的路口进入 Fairfield Street。当你和另一辆车辆相对行驶的时候，因为你们都在使用同一条道路，所以双方都拥有相对等的路权。这个时候如果两辆车同时要转入同一个路口，那么这个时候右转弯的车辆则拥有优先通过权。例如这个视频中，视频车与前方的几辆车都需要转入前面左手边的这个路口，但此时对向车道上来了一辆车，第一辆车直接就转了进去，因为它的转弯并不会影响对向驶过来的车辆。根据右手原则，礼让所有右转向的车辆，等对向车辆转入路口后才继续转入。同时也要记住我上期视频说过的，单车和行人都拥有路权，所以即使对向车道上有单车直行，也要等待对方通行后才能继续行驶。
但还有一种对向行驶时需要注意路权的情况，那就是当你行驶的车道上有其他车辆停车或者行驶缓慢，迫使你需要进行超车动作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一般会经常发生在双向单车道的路上，又或者一般的居民区的路段。如果这个时候对向有车辆驶来，那么此时你的车辆必须礼让对方的车辆优先行驶，而不能跨到对向车道上强行通过。例如视频中可以看到，视频车辆行驶在居民区的道路上，此时对向车道路边处停了一部垃圾车正在作业，而后面来了一部小车，小车要继续行驶的话，只能借用视频车正在行驶的车道进行超车，而这时候小车则没有使用对向车道的路权，所以必须等待视频车通过之后才能继续行驶。并线其实也是一种路权对等的情况，但在这种情况下并不适用右手原则。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处理方式是并线车辆不得影响在其他车道上正常行驶的车辆，因为其他车辆拥有对它正在行驶的这条车道的优先权。如果无法正常并线，并线车辆只能通过调整自己的车速来正常并入其他的车道上。而可能会有些人认为，如果我打了转向灯，是不是就表示我可以直接变线？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打了转向灯也并不表示你就可以变线了。在欧洲，转向灯只是用来向别人示意你想转向某个方向，但并不表示开启转向灯就可以忽略别人的路权。就像这个视频中，前方有辅路上的车辆需要并入视频车的主路行驶，并且大家可以看到，此时红车司机已经开启左转向灯，示意要并入主路。而这个时候，视频车其实离着这辆车还有一段距离，并线车辆需要保证在不影响主路车辆行驶的情况下才可以并入主路行驶。所以视频中这辆红车如果此时并入主路，则会对视频车的行驶产生影响。而正确的做法有两种，一种要么等待视频车开过去之后再并线，另一种就是直接加速到与视频车相同或者更快的速度后，抢在辅路结束之前并入主路行驶。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还会有小伙伴会问，那么如果碰见塞车并线的情况呢？在欧洲呢，这种情况也非常的常见。理论上，并线车辆需要为被并线车道上行驶的车辆让行，如果对方不让行，并线车辆也不能强行插队。但基本上以我在欧洲开车10几年的经验，99%的司机都会采用拉链式并线法，但偶尔也会碰到一两个被老板 K 了，心情不好的，不愿让行的。所以出门在外，忍一时风平浪静。在欧洲许多城市的老城区里面，道路都非常的狭窄，所以经常会有私家车和公共交通共用车道的情况。这个时候就会有涉及到优先顺序的情况了。如果是有轨电车，其实都不用太担心。基本上每个欧洲国家在电车和私家车共用车道或者交叉通过的情况下，都会有让行标或者红绿灯来明确先后通行次序。而且基本上私家车都是要礼让电车优先通过的。而在欧洲的某些城市，例如奥地利的维也纳，因为城市道路非常狭窄，所以在室内行车不仅仅会经常要和电车共用车道，而且会经常碰到机动车和电车站共用一条车道的情况。就像视频中大家看到的，电车站直接建在机动车道上面。这个时候如果大家看到电车进站了，记住一定要停车，等待在站台上所有乘客完成上下车之后才能继续行驶。另外一种需要礼让电车的情况，则是当电车和机动车道平行行驶，而机动车需要越过电车轨道转弯的时候，如果此时正在有电车行驶，机动车则必须礼让电车优先通过。一定记住我上集视频里说过的，拥有路权的车辆一般不会减速让行的哦。而另外我们也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公共巴士。在市区内，当公共巴士驶离公车站的时候，也就是当你看到了巴士打了左转灯的时候，而如果此时你的车辆和巴士共用一条车道，那么公共巴士拥有优先通过权。
但是出了市区，因为私家车的车速一般都较快，所以此时公共巴士没有优先通过权，而且其必须保证被并线车道上没有车辆行驶后才能从站台里驶出，所以大家可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放心通过。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一说在欧洲开车时候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首先是如何正确的使用车辆灯光。欧洲所有城市都规定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需要开启灯光。当我们在室内行驶的时候需要开启行车灯，而当我们出了市区的时候则需要开启近光灯。许多欧洲车其实都已经自带行车灯，你在开启发动机的那一瞬间，车辆灯光就会开启。但是当天气不好的时候或者阴天的时候，不管你在室内行驶还是出了市区，都需要开启近光灯。但当你在行驶的途中如果遇到近光灯失灵的情况，此时交规允许车辆使用前雾灯作为近光灯的临时替代选择，而你则需要尽快找到维修点对车灯进行修复。有些人会感到疑惑，为什么大白天需要开灯？这是因为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如果车辆没有开启大灯，前车驾驶员很难从后视镜中判断后方是否有车，或者车辆的距离有多远，从而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无法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例如，视频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太阳照射在后视镜的情况下，如果后方的车辆没有开车灯，我们很难在后视镜中看见后面的车辆。车辆灯光在欧洲有着比较通用的含义，首先是远光灯，而远光灯在欧洲有着严格的使用管控，使用不当轻则罚款，严重的话真的会被人 K。 那么首先，什么情况下可以长时间使用远光灯呢？当黑夜里没有路灯，同时你前方没有车辆，或者对向车道上也没有车辆的时候，你就可以长时间的使用远光灯。但一旦你看到前方有车辆的灯光出现，不管对方是朝哪一个方向行驶，你都要关闭远光灯。如果对方没有关闭，我们可以闪烁几下远光灯来提醒对方关掉。另一种会使用到远光的情况是提醒对方，或者对方提醒你前方有警察测速，或者前方有突发状况。这种使用远光灯的方法并不是一种官方规定的，但是在欧洲开车的司机基本都默认且了解这种灯光的意思。例如，我们可以看到视频中在对向车道上的车辆正在对视频车闪灯，而没过多久，前方路边上就出现了一部警车。同样，当我们看见对向车道有警车执勤，也会闪烁大灯提醒对向车道减速慢行。而在城市里面，我们也经常会遇到有司机用远光灯闪烁的情况，这种情况大多数是表示礼让的意思。例如，有行人过马路的时候，由于有时候行人无法确定司机是否可以停车礼让，他会选择在没有斑马线的路口停下，这时候司机可以通过闪烁远光灯或者比划手势来示意行人通过。又或者有些时候，一些司机选择放弃自己的优先通过权，而让对方车道上的车辆优先通过，也是通过闪烁远光灯或者比划手势让对方知道。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是有的司机会连续在你的后方闪大灯，这种情况一般表示你的车辆外部有一些肉眼可见的不正常情况或者损坏，例如车顶行李架未安置妥当，外观或者底盘损坏脱落，后车灯损坏等等。这个时候你需要确保后车安全的情况下减速，并且找到安全的地方停车检查。但是在高速上面，这种远光灯的使用则有着相反的意义，特别是当你行驶在超车道上，而你的速度影响到了后车的正常行驶，后方车辆就会闪烁远光灯提醒你让行。尤其当你行驶在德国的无限速高速公路上时，你特别要注意超车道的使用，因为你永远也不会知道还会有比你更快的车辆超过你。顺带提醒大家一句，在欧洲高速公路上开车，交通法只允许驾驶员从左侧车道超车，从右侧车道超车属于违规行为，大家要注意咯。
双闪灯在欧洲使用的也非常的频繁，除了我们一般都知道的在紧急情况下的警示作用外，在欧洲双闪灯也作为用来表示感谢和抱歉的意思。而这种习惯虽然也不是强行要求，但在欧洲开车大家都默认了它的含义。双闪感谢往往发生在并线的时候，一般是当没有路权的车辆并入拥有路权行驶车辆前面，基本都会闪一下双闪表示感谢，一般闪2到3下。或者是当你不小心侵犯了其他车辆的路权，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打双闪表示抱歉，一般呢会闪3到4下，但别一直闪，否则后车会认为你的车辆出了问题。接下来我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在欧洲开车其他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在上一期视频里我提到过关于租车的相关事宜，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大家与租车行的租车协议一定要随车携带，因为如果你的行程需要跨境，有时候在海关检查的时候，海关人员有可能让你出具这份租车协议。在欧洲自驾游不可避免的就是需要使用高速公路，而欧洲每个国家的高速收费方式都各自不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对于在匈牙利境内使用高速，匈牙利规定需要各位进入该国的驾驶者在进入匈牙利后立即购买高速票，一般在边境处都设有出售高速票的柜台，或者大家也可以在进入匈牙利高速后的第一个加油站内购买匈牙利的高速票。购买时候你只需要告诉加油站员工你的车牌、车型、需要购买的天数就可以了。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匈牙利境内加油站许多员工是不会讲英文的，所以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对着你的车斜45度拍一张带有车牌的照片，然后递给员工加油站，告诉他。而如果你确定你的导航可以100%正确的避开匈牙利境内所有的高速，那么你可以无需购买匈牙利的高速票。唯一要记住一点的就是一定要在12点前购买哦，超一点时间都会收到罚单，而且罚单一般会几个月之后才收到。租车行收不到这笔钱，你的信用度就会直接影响你下一次办理欧洲的旅游签证。OK， 这2集视频基本包含了大家在欧洲自驾游时候所要注意的主要交通法规。当然，单单2个视频也没有办法包含了所有的交通情况，肯定还会有遗漏的地方，或者大家还有疑问的地方。所以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给我，我会尽量为大家解答各种问题。而下一期视频，我为大家准备一些在路面上的实操视频，也让大家在看完我这2集视频之后，通过这个实操视频来测试一下自己是否真的明白了欧洲的交通法规。所以敬请期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